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方式的书籍《极简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著名作家，有日本整理女王之称的有川真由美。她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与宁静。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物质过剩的时代，我们常常感到被各种琐事和物质所淹没。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物品，却感到越来越不快乐。我们被各种信息轰炸，却感到越来越迷茫。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呢？极简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整理物品，更在于它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找到真正重要的事物。正如书中所言，极简生活不是要你一无所有，而是要你穿越物质的海洋，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选择如何度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直击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常常忙于追逐物质和名利，却忽略了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通过极简生活，我们可以找到答案。1. 极简生活的核心理念。极简生活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少即是多。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哲学思考。作者有川真由美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极简生活的3大原则。1. 断舍离，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2. 选择力，培养选择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3. 自我认知，通过极简生活，重新认识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1. 断舍离，断舍离是极简生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断舍离来整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断绝不需要的东西。在书中，作者建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拒绝冲动消费，在购买任何物品之前，先问自己3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它吗？它适合我吗？它能给我带来快乐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有效避免冲动消费，减少不必要的物品，拒绝免费赠品。免费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因为它会占用我们的空间和精力。作者建议我们勇敢地说不，拒绝那些看似免费却毫无用处的赠品。1. 舍弃多余的废物。作者在书中分享了许多实用的整理技巧，例如一进一出原则。每当你买进一件新物品时，就相应的舍弃一件旧物品，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物品的数量，保持空间的整洁。751法则，看不见的收纳空间只能放满70%，看得见的收纳空间只能放满50%，而装饰性的收纳空间只能放满1%。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生活空间更加宽敞和舒适。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作者指出，物品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通过断舍离，我们可以逐渐摆脱对物品的依赖，找到内心的自由。2. 选择力，选择力是极简生活的核心能力。作者在书中强调，极简生活不仅仅是减少物品，更是一种选择力的体现。我们需要学会在众多选择中，找到真正重要的事物。1. 专注于重要事物。作者建议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思考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家庭、事业、健康，还是个人成长。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2. 设定优先级。在书中，作者分享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设定优先级。每天早上，列出当天最重要的3件事，并优先完成它们，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压力。3. 自我认知。极简生活的最终目标是重新认识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作者在书中指出，通过极简生活，我们可以逐渐摆脱外界的干扰，倾听内心的声音。冥想与反思。作者建议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冥想和反思。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2. 感恩与珍惜。极简生活教会我们感恩与珍惜。作者在书中写道，感恩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每一个当下。通过感恩，我们可以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找到内心的宁静。2. 极简生活的具体应用方法。1. 整理生活空间。在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断舍离来整理我们的生活空间。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方法：厨房整理，将厨房中的物品分类，舍弃那些不再使用的厨具和过期食品，保持厨房的整洁和有序，可以让我们在烹饪时更加得心应手。衣柜整理，按照季节和用途将衣物分类，舍弃那些不再穿的衣服，
保留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衣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衣柜更加整洁，也更容易找到合适的衣服。书籍整理，将书籍按照类别和阅读频率分类，舍弃那些不再需要的书籍，保留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书架更加整洁，也更容易找到想读的书。管理时间。作者在书中强调，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通过极简生活，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时间，提高生活质量。制定计划，每天早上列出当天最重要的3件事，并优先完成它们。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减少干扰。在工作时，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应用程序，专注于当前的任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提高工作效率。学会说不，作者建议我们勇敢地说不，拒绝那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和会议，这样可以为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3. 管理财务。极简生活不仅适用于物质和时间的整理，也适用于财务的管理。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财务管理技巧。制定预算，每月初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并严格遵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有效控制开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少债务。作者建议我们尽量减少债务，优先偿还高利率的债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减轻经济压力，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储蓄与投资，每月固定储蓄一部分收入，并进行合理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实现财务自由。4. 管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在书中指出，极简生活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人际关系，珍惜真正的朋友。作者建议我们花时间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在一起，珍惜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友谊，减少无效社交，减少与那些消耗我们精力的人交往，专注于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成长的人。学会倾听与表达，在与人交往中，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健康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3. 极简生活的案例与故事。案例1：乔布斯的极简生活。史蒂夫·乔布斯是极简生活的典范，他以简洁的设计理念和极简的生活方式闻名于世。乔布斯曾说过，简单比复杂更难，你必须努力让你的思维变得清晰，让它变得简单。但最终这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你做到了，你就能移山填海。他的生活和工作都体现了极简主义的精髓。乔布斯的家中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只有一些必需品。他穿着同样的黑色高领毛衣和牛仔裤，简化了日常的选择。他通过极简的生活方式，专注于创新和创造，最终成就了苹果公司的辉煌。案例2：村上春树的极简写作习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也是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他的写作习惯体现了极简生活的理念。村上春树每天早上4点起床，写作5个小时，然后进行跑步锻炼。他严格控制饮食，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专注于写作，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村上春树在书中写道，极简生活让我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他的生活方式和写作习惯都体现了极简主义的精髓。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极简生活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整理物品的书，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生活的指南。它教会我们如何通过极简主义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总结一下，极简生活的核心理念是少即是多，它包括断舍离、选择力和自我认知3大原则。通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整理生活空间，管理时间，管理财务和管理人际关系，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现在，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阅读极简生活，并尝试践行书中的习惯。相信我，这将是你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资。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极简生活不是要你一无所有，而是要你穿越物质的海洋，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与宁静，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也希望你们在极简生活的旅程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